中午啊，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相亲见面，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啊！这男方呢是33岁啊，在私企工作，部门经理，有车有房，年薪在10万左右。女方呢是32岁，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，做审计工作的，年薪也在10万左右。两个人呢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啊，互相觉得都还行，条件也相当，这年龄呢也合适啊，就答应相处看看。这不两人都放假了，今天中午啊又约着见了第二次面。刚刚见完面呀，就在中午有1点左右啊，两人就干起仗来了，先后给我打电话呀。以前我就说过啊，一旦见完面立马就找我的，基本都不是好事儿。先是女方气势汹汹啊，说对方不真诚，态度不好。一问具体情况，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证。这第一条呀，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，没有跟他沟通出行问题。简单点说呀，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，导致他在寒冬腊月天呀打车出来见面。其次啊，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。他说这是第二次见面，按理说呀，这第一次见面了解过了嘛，大家都觉得合适啊，才会来见第二次面。一见面呢，也没有什么惊喜，也没什么浪漫，也没什么礼物，这得让他觉得这个男人啊，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。第三个呢，是点菜的时候，男方直接忽视他的喜好，是自顾自的点菜啊。他不爱吃海鲜，不爱吃鸡，但是男士啊都点上了。这第4条呀，说到这条，这姑娘嗓门呢提高了8度呀，她竟然让我给她饭钱，我缺那钱吗？你给我评评理啊！这顿饭啊，先不说啊，都不是我的口味，不是麻的就是辣的，不是甜的就是咸的，我都没吃几口，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啊？哎呀，听完这4条，我的脑血管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！接着男方呢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这个情况，先是接送问题。这男士就说呀，自己一开始啊确实不知道女方是希望接他的，以为啊两人约好地址啊就可以直接过去了。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，男方觉得这才是第二次见面嘛，并不是很了解对方，所以还没有到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。这第3呢是关于吃饭，男方说自己啊当时是问过女方想吃什么，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，也不怎么搭理自己，一直在玩手机，也没抬头啊，就说了句随便，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。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事儿，男士说啊，确实提出来了，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因为女方呀在吃饭的过程当中，全程对他都很冷淡，男士和他说话呢也不搭理，偶尔回答几句呢也没什么好气儿，总是自己啊在玩手机，给他夹菜呢他直接都给扔回来，说不需要。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啊，直接就怼这个女方呀，既然来相亲了，那就别端着了，也没人欠你，你拉大个脸给谁看呢？这姑娘听完呢，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啊就杠起来了啊，说对方人品有问题，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。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啊，男方就提出啊让女方来承担一半的饭钱。女方听完呢是拎包就走啊。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结束之后呢，我给我大姨的邻居回了个信啊，我这边庙小，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，确实伺候不了大佛。32岁了，还以为自己是23呢，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？30多了，接触的男的也应该都30多了，就这个年龄段，除了骗子，谁一天没事研究着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啊？没感觉到真诚？什么是真诚啊？车接车送，每天嘘寒问暖，各种浪漫加惊喜吗？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怎么地，幻想着一个长得帅、超有钱的男人，就像盖世英雄出现在你面前，然后承担起你所有的经济开支，并且还得对你随叫随到，像祖宗一样宠着你，对你唯命是从啊？是不是还得要至死不渝的那种？死了这个男人还得爱着你呢，为了你终身不娶啊！30多的人了，来相亲找对象，说白了就是条件合适，互相不讨厌，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。你还想着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啊？大白天做梦不害臊？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啊！单身女人上了30岁啊，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。要结婚呢，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呀，就要伏低做小，忍气吞声；找到条件差不多的，就要互相理解，互相迁就。你又不是公主，端着个臭架子，这辈子都得打光棍。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，我真是伺候不了了啊！这大过年呀，这血压也没降下来过。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啊，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。那身高啊大约在160左右，身材偏胖一点，短发。一上来就跟我说呀，要找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。看这架势啊，没点实力啊，那说不出来这话呀。我问啊，大姐你是在哪高就？她说啊，打零工。这3字一出啊，哎呀，我那脑神经啊都没转过弯啊。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下自己啊，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，年薪在3万左右，离异3年多了，有一女儿12岁跟着前夫，初中学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特地强调了一下，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呀，这明年就可以毕业了。
毕业之后呀会考会计啊，考本科等等。现在是有车有房有存款5位数。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呀，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婚姻啊靠爱情那肯定指望不上啊。他前夫在物业上班啊，1个月4000多点，这老婆孩子呀都跟着喝风。他整天啊抱怨这男人没用，这抱怨多了，俩人就吵架啊，最后就离了，房子给了他。说到这儿啊，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呀，哎呀，我看你粉丝挺多呀，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。我想明白了啊，为了我和我女儿啊，我也得找个有钱的。听得我那池子里的王八啊都忍不住怼呀，你大白天做梦，你不要脸了你。这位大姐呢还一个劲儿的滔滔不绝呀，说男方一定要在170以上，50岁以内，学历本科以上，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啊最低30万，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。她说啊自己做不了后妈，但可以给男方啊再生一胎。最后补充了一下呀，接受姐弟恋。哎呀，听得我那血压呀蹭蹭蹭直拱啊。我跟他说啊，先不说50岁未婚还没生过孩子的老板有几个啊，就算有，你自己都44了，缺油缺水缺电了，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。这位大姑娘听完呢，那直接回怼我呀，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那新闻上呀60岁不还能生2个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生不出来了，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过继过来给她，以后啊给她养老，她这不是啊白捡个姑娘吗？这顿输出啊直接给我干懵了啊，人家当老板缺你闺女给养老了？就你这思维方式啊，那小脑啊指定是离家出走了。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做梦来了？人家老板呢凭什么要娶你啊？是你调好盘量，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？就算你是辆法拉利，这40多年了，你修发动机他也没配件了吧？人家都当老板了，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？娶了你怕这死了棺材本都不保了吧？他听了就开始不爽啊，说自己的优点很多啊，会做饭，会收拾房子。另外呢，他经历过婚姻啊，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。听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！你上段婚姻嫌贫爱富，自私自利，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，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我还没说完啊，他就不愿意了，怼我说呀，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，3000多万呢，2条腿男人那么多，这女人啊想嫁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！哎呦，听得我呀，是呀，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，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异想天开吗？想要嫁得好啊，首先自己得优秀，没事减减肥啊，去脂去油，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，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，多点自立能力。想找30万的，自己先达到个10万，凡事都得讲求门当户对，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，小鸟依人一点，不然呢要啥啥没有，还5大3粗的，老板娶你回去都得费大米。今儿且这王八我不要了啊，换刺猬看门，这种人再进2个就给炸出去。现在社会有一种很扯淡的婚恋观，就是认为可以和不喜欢但是条件合适的人结婚，说感情可以婚后培养。有一位男士28岁，在国企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，家里人不停的催婚，于是开始频繁的相亲。遇见一位女士呢，是27岁，做会计工作的。2人刚见面男士对女方感觉特别不错就主动去追求，但女方觉得他有点矮，性格还挺木讷，所以不喜欢。但于男人的这个学历高，而且工作也很好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于是在权衡利弊之后这姑娘同意交往了。平常的时候呢，这个男士就主动发信息给她，女方呢是有问才有回，从来也不主动发信息给男士。2人约会呢也总是很客气，总是感觉这关系就是亲近不来，也一起做过很多外人看来很恩爱的事情，比如说一起吃饭看电影，牵手踏马路，假期有空呢也出去旅游，但是总感觉这精神层面上很难有共鸣，就算做了这些之后也很难开心。家里人不停催促，责任都怪到男方身上，觉得是男士不够主动不够热情。但每次男士主动去吻她，姑娘总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即便是被动接受，事后还是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就这样2人熟悉又陌生的谈了半年之后见了双方的父母，很快订婚结婚，彩礼要了18万。婚后的2个人呢，稍微一点不顺心就会大吵大闹，1天小吵2天一大吵，姑娘是越来越讨厌对方。很多小细节呢，比如说男士吃饭发出声音，男士亲吻的样子，甚至连一个牵手都感到厌恶的无以复加。2人平常呢没有话说，工作完回到家，要么冷冷清清，要么吵的是翻天覆地，邻居劝架都劝累了。结婚半年后，女方主动提出离婚，退还1半彩礼，另一半呢当做婚姻失败的补偿。男士同意了，2人一场婚姻闹剧结束了。很多人都问过我不喜欢对方，但是对方条件很好很合适，可以结婚吗？答案是不可以。纵使举案齐眉，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终究意难平。
结婚是另外一个纷繁绕杂的开始，你们要朝夕相处，一起要做很多其实远远都谈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情，比如说呀，买菜做饭，买房子装修房子，要融入对方的家庭生活，孝敬对方的父母，生孩子给老人送终等等这些。如果你对这个人不喜欢，根本坚持不下去，你会越来越讨厌他，他做错一点小事你都会放大10倍的去嫌弃，这样的婚姻啊，压根儿没有幸福可言。而结婚后培养的感情啊，是和爱情无关的，有一部分是友情，有一部分是亲情。除非你有特别吸引对方的特质，比如说能力出众、才华、幽默、长相帅气，慢慢培养一段时间可能会产生爱情，否则永远都不会。爱情是身体本能的想要靠近对方，如果对方排斥亲吻、身体接触这些亲密行为，那就是不爱。身体啊，它骗不了人。不要去和一个你不爱或者是不爱你的人结婚。另一面呢，如果婚姻只看爱情不看条件，那这段婚姻也会千疮百孔。激情期荷尔蒙上升，只看到对方的闪光点，爱得死去活来，认为是非对方不娶非对方不嫁了。但激情退却，一只脚踏入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，你就会发现爱情是很容易被消耗掉的。它没有那么的优秀，你也没有那么的完美，都有缺陷，彼此无法再带着美颜滤镜去看待对方。有家庭责任感的人呢，他会固守家庭，而追求自我的人很容易厌烦这段感情，出现婚外情。我们选择的结婚对象一定是可以和你共同抵御岁月侵袭的伴侣。首先呢，你要从对方的身上是有所图的，比如说你图他性格温柔，对你好，工作稳定，圈子和你相同，他会图你的性格稳重，工作能力和家庭条件，这叫做条件合适。其次啊，一定要有感情基础，但不要对爱情抱有特别高的期待值，那个命中注定爱你为你量身定做的人啊，根本不存在。你需要选择一位相处起来轻松舒服的，他愿意对你好，你也愿意对他好的人。有爱呢才会有动力，如果你不爱对方，只图条件，那就早点放手，千万别糟蹋了自己，也作践了别人。